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方式，可以一并处理你的眼袋，还有你下垂的中脸哦。那我们是不是把皮拉起来就好了？其实不然，这个时候里面的东西还是垂的，可是外面却被紧紧的拉起来。通常会发生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伤口的张力太大，愈合的疤痕组织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漂亮。第二个，单纯是用靠皮肤来做一个拉力的话，往往拉力不够，所以它拉皮的效果也会非常有限。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大家好，我是子宇医师。相信很多人呢，在超过30岁之后呢，就会发现啊，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还有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啊，我们皮肤慢慢的下坠。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眼袋啊、泪沟啊、猫咪纹啊、法令纹啊这些东西就会慢慢的跑出来。那很多人也试过用针剂、用电波，试着想要来做一个改善，可是大家往往会发现这个改善的效果有限。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里面的溶剂缺失了很多，而是你的皮肤慢慢的下垂了。所以在里面即使再填补一些东西，有时候效果往往不佳。那林医师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方式，可以一并处理你的眼袋，还有你下垂的中脸哦。那在定义上呢，我们所谓的中脸呢，大概就是从我们的眼下到我们的嘴角这一块区域，我们称为中脸。因为我们这些中脸的组织呢，可能会因为一些胶原蛋白还有脂肪的流失，或者是皮肤慢慢的松弛而导致一个下垂。这个下垂的这个现象呢，会让我们的泪沟越来越严重，那我们泪沟前面的这些可以盖住泪沟的这些组织就越来越少，所以泪沟就显得特别明显。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这些组织垂到你的嘴巴的两边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法令纹。那有一些人呢，因为我们成功韧带比较明显的关系，同时也会出现了异体胺纹跟猫咪纹。那基于这一些原因呢，如果是用填充剂在初期的时候，或许有一点点的效果，但是呢，当你下垂的程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针剂的效果也慢慢的越来越没有效了。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皮肤并没有做一个有效的上提，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眼袋外开合并中脸拉提的方法，有效的去除你的眼袋，同时把你的脸一起拉上去。那这个手术的原理呢，最主要就是当我们的皮肤下垂的时候，里面的深层组织也会一起下垂。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把皮拉起来就好了？其实不然。有在做功课的朋友大概就会发现，我们的脸除了皮肤之外，里面还有浅层还有深层的筋膜层。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效的把这一些浅层跟深层的筋膜层一起做一个拉提，这样术后的效果才会是最好的。所以在我们做完你的眼袋手术之后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深层的眼轮匝肌后脂肪一起合并做一个悬吊，就会发现我们的脸可以做一个非常有效的提升。这时候呢，这一块脂肪垫上面的眼轮匝肌还有前面的这些皮肤会一并被拉起来，你就会发现你的苹果肌就回到了它应该正常的位置，还有你的法令纹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动作而有改善。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拉皮手术需要去拉到这么深层的筋膜层呢？最主要的原因，当我们的组织下垂的时候，垂的往往不是只有我们的皮肤而已，里面的浅层还有深层的筋膜层也一并下垂。这时候如果你只拉外面的表层的皮肤的话，外面的表层皮肤张力会太大，这个时候里面的东西还是垂的，可是外面却被紧紧的拉起来。通常会发生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伤口的张力太大，愈合的疤痕组织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漂亮。第二个，单纯是用靠皮肤来做一个拉力的话，往往拉力不够，所以它拉提的效果也会非常有限。所以做一个深层筋膜的拉提，可以将深层的筋膜拉提完了之后，我们同时可以再将浅层还有表皮的皮肤做一个更好的拉提。子宇医师，太难了，听不懂啦。比如说这一个塑胶袋，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通常拿塑胶袋只拿一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一个袋子通常就会拉得特别的紧。好，那甚至有可能如果塑胶袋比较松的话，就有可能会因为太紧，然后张力太大，然后这个袋子反而断掉的情形。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深层筋膜层一起拉起来的话，这个力量呢就可以平均的受力在两个袋子上面。那这个时候张力就不会那么的大，伤口相对的就会更漂亮，拉提的效果持续的时间也相对的会比较久。那这个手术呢，操作的实际时间大概是在2个半到3个小时左右。为什么要那么久呢？其实眼袋这个手术是很快的，最主要的时间还是花在拉皮还有伤口缝合的这个动作上。伤口要缝得好看的话，必须要耐心的一针一针的慢慢缝，这样子伤口才会特别的好看。那麻醉的方式呢，这个手术子宇医师会建议大家使用局部的麻醉进行，因为当我们在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的去来调整我们拉提的力道。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请
们睁开眼睛，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评估我们拉提的力量。如果这个时候你是用舒眠麻醉的方式去进行的话，相对的你的眼睛就不会睁开，那我们就没办法去确定这个拉提的力量。那大家一定会担心说手术啊会不会很痛？既然是局部麻醉进行的话，通常这个手术会给予适当的麻醉药，所以在手术的进行过程当中可以大大降低你的疼痛。那术后的照顾方式呢，跟大部分的手术一样，术后呢我们会鼓励你们先冰敷个2-3天，避免肿胀持续的扩大。那在过了这3天之后呢，就会改为用温敷的方式来照顾伤口，加速血液循环，加速你的淋巴流通，让这个肿胀比较快的可以过去。那至于这个手术呢，术后完全不需要任何加压措施，外面不会有任何的绷带，也不需要戴头套。不过呢，止语医师的习惯会在眼角的伤口微微的贴上一小段胶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眼角这边的皮肤比我们眼睑这边的皮肤还会略厚一点点，越薄的皮肤通常恢复越好，比较厚的皮肤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恢复，所以眼角这个比较厚的皮肤，我们会贴着一个胶带把伤口进行压迫，让这个伤口长得更好。那术后的禁忌呢，也跟大部分的手术一样，我们会尽量避免这些让血压升高还有心跳升高的这一些活动，比如说运动啊、饮酒啊、抽烟啊，这一些部分可能就会请你暂时的停止，至少1个月左右。那这个手术的修复期呢，通常需要2到3个礼拜左右才会消差不多6到7成的肿，6到7成消完肿之后，其实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了。至于伤口照顾的部分呢，这个手术的伤口会在你的眼睑下差不多1个 mm 左右的这个距离，从你的眼睫毛到你的伤口这个距离，它会从你的眼头呢一直延伸到你的眼尾，再往外一点点。通常在术后前面的第1个礼拜还没拆线的时间，会请你擦一点点的药膏。那眼尾的部分，就像刚才讲的，会建议你使用除疤凝胶或者是美容贴片，将这个眼尾的伤口把它压着，这样术后的恢复状况会更好。那这个手术呢，如果照顾得好的话，通常可以维持10年以上之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效的可以将你眼前的肌肤做一个紧实的动作，而这个紧实的动作呢，可以让你的眼袋更晚出来，同时可以改善你的法令纹还有你的猫咪纹。中脸拉提和中下脸拉提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个中脸拉提跟中下脸的拉提呢，其实就是顾名思义，中下脸拉提通常它是一个更广泛性，包括我们中脸还有下脸的一个手术。那这个中脸拉提呢，主要是针对你的中脸。那如果你今天做的是眼袋的外开手术呢，因为这个外开手术呢，可以非常靠近我们的中脸，这样子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达到中脸来做一个更有效的拉提。这时候就只需要一个伤口，同时就可以做到眼袋还有中脸拉提的这个部分。那经过这一集的解说呢，不晓得你对中脸拉提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中脸老化的问题呢？那你的问题是 A 眼袋泪沟， B 苹果肌下垂， C 法令纹变深，还是 D 以上皆是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老话一句，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我是子宇医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